只要全部 all in 在 VOO， 就真的能安枕無憂，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嗎？如果你有固定在追蹤我的頻道，應該會知道我有很大的資金部位都放在 VOO 上，佔了我投資比重至少超過 80%。還不清楚沒關係，可以先看看我最新資產績效的那一集，鏈接我放在右上角哦。而話說回來，如果你跟我一樣，真的把錢全部砸在 VOO 上，就真的可以放心了嗎？所以今天這集就是要來破解一些 VOO 的迷思，帶你完全了解 VOO 的本質，甚至最大的風險在哪。想要真的 all in， 你又該做好什麼準備？如果你還在考慮投資 VOO， 或者投資時間不長，還感覺不安心的你，強烈建議這一集一定要看到最後。影片開始前，請先幫我點讚，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然後再幫我點個推播，把影片推散出去，讓更多人一起享受到美股的美好，一起靠美股 ETF 賺大錢哦。另外，我的會員跟超級感謝也開通了，如果有能力也覺得我做得還不錯的話，歡迎加入頻道會員跟小額贊助，每個月會有固定深入探討的影片哦。歡迎回來，我是 L， 這裡每周一都會分享投資美股跟美股 ETF 的心得跟教學，讓你在投資美股的路上能夠順順利利累積到你該有的財富。在多數投資人的心中， VOO 幾乎等同於最安全的大盤 ETF。 只要提到長期投資，總有人會說不會選就買 VOO， 這是美國最強500家公司的組合，長期一定會漲。這種說法流傳多年，甚至讓許多人把 VOO 當成類似高利定存的概念在儲蓄，認為只要每月固定扣款，持續配息再投入，就能穩穩複利，安穩致富。然而，如果你只是因為 VOO 很多人推， VOO 長期勝率高而選擇 all in，我必須用一個很現實的角度提醒你， VOO 並沒有你想象的那麼安全。不是說 VOO 不好，而是你對它的理解可能有很大的偏差。我得老實說，你以為你買的是美國大盤，但實際上你押的是科技巨頭國運。大部分人以為 S&P 500是美國經濟縮影，而買 VOO 就是分散投資500家領導企業。然而，這種想象和現實已經越來越脫節。S&P 500採用市值加權，也就是公司越大，權重越高。在今日的美股市場，最大、最賺錢、最有影響力的企業，清一色是科技與 AI 巨頭 ：NVIDIA、Apple、Microsoft、Amazon、Meta、Google。這導致一個非常關鍵的現象：VOO 的前10大公司佔比超過 38%， 前20大逼近 45%。換句話說，你以為你在買500家公司，但你的資金其實有將近一半壓在科技巨頭身上。而科技巨頭最大的特性是強勢時爆發力驚人，失速時跌幅同樣驚人。你買 VOO 不再是買全美國，你是在買美國科技強權的未來10年。同時，這會導致一種分散的錯覺，500家公司只是看起來很多而已。很多新手會說，裡面有500家公司，這應該很分散吧？這句話在過去或許成立，但在今天的市場結構下，它已經變成一種分散的幻覺。真正決定 ETF 波動的不是公司數量，而是權重集中度。目前 S&P 500的集中度已經接近歷史極端值，比2000年網絡泡沫高點更集中。也就是說，就算你名義上持有500家公司，但只要那幾家科技巨頭出現震盪，整個 VOO 仍會同步跟着下去。更直白的說，你不是在分散，而是在把雞蛋放進幾個非常大的籃子裡。如果這些籃子其中一個掉下來，整個組合仍然會受重傷。所以這也引申出 VOO 的另外一個風險：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科技巨頭出事時，其他490家救不了你。當輝達、蘋果、微軟等這些巨頭表現強勁時， VOO 的績效自然亮眼。但如果哪一天科技股熄火，或出現結構性問題，例如 AI 技術增速放緩，科技巨頭獲利衰退，美國政府推出壟斷管制，新的技術革命使現有巨頭地位不再穩固， VOO 會比你想象的更脆弱。想象一下，假如輝達單日下跌超過 10%， 即使能源、金融、工業公司全面上漲，也無法抵消它帶來的衝擊。VOO 的漲跌早已不是美國經濟決定，而是科技巨頭決定。這樣的結構，你真的覺得較安全嗎？老實說，投資到現在，我真的覺得 VOO 的波動越來越像 QQQ 了。許多人買 VOO 是因為不敢買 QQQ， 覺得科技股波動太大。但這幾年市場的變化，也悄悄讓 VOO 的性格越來越接近 QQQ。
把 VOO 跟 QQQ 的走勢疊圖，你會發現兩者的波動模式驚人的相似，雖然還是有點幅度落差。原因很簡單， VOO 的前10大是科技巨頭， VOO 的前10大也是科技巨頭。當兩檔 ETF 的核心架構高度重疊，它們的波動本來就會變得越來越像。只是許多人以為 VOO 是穩穩的美國大盤，完全沒有意識到它的內部結構早已變得高度集中。這種錯誤期待，這是 all in VOO 最大的心理風險。如果你已經非常清楚 VOO 的核心組成、科技巨頭的影響力、集中度的風險，而且你能承受科技股的波動，那麼 all in VOO 自然不是問題。VOO 的長期年化報酬率優秀，費用率低，流動性高，對多數投資人來說非常適合。但如果你買 VOO 的理由是想要穩健、不會太刺激、比較不會跌的 ETF， 500家公司一定很安全，把它當高利定存，那你抱着的期望與它的真實本質完全不一致。現在的 VOO 其實是以科技巨頭為核心的美國 ETF， 而非你想象的用來分析的大盤。你不是不能 all in， 只是你需要先知道自己真正買的是什麼。所以看到這邊，如果你已經了解 VOO 的本質的話，請幫我留言本質。而接下來我還是要讓你安心一點，有2大原因 VOO 仍然是我們的最佳選擇。當你看見 VOO 前10大企業佔比超過 38% 時，腦中一定浮現過這個疑問：既然這麼集中或這麼仰賴科技巨頭，那我何必買 VOO？ 如果它比想象中風險更高，那我乾脆空手等修正，或是直接買更平均、更真正分散的 VT 不就好了？這個疑問非常合理，也正好直指 VOO 真正的價值所在。VOO 的核心價值不在於分散，而在於它代表的美國資本主義核心能量。要理解這點，我們必須先弄清楚 VOO 為什麼值得買，以及它為什麼能成為全球最受信任的 ETF。這可以歸類為2大原因。第一個原因，美國資本主義的極致效率是 VOO 的真正護城河。許多人把 VOO 理解成買500家公司，夠穩夠分散。但從專業投資人的角度看， VOO 的本質根本不是大型分散，而是美國企業競爭力的最新版本。S&P 500的指數規則極為殘酷，哪間公司獲利衰退就被踢出去，哪個產業崛起就被納入，市值不夠，成長不夠，競爭力不足，一律淘汰。這是一個全球最有效率的無形篩選系統。你買 VOO 並不是在買一籃子靜態的500家公司，而是在買一支會不斷進化、會自動換血、永遠跟隨市場最強力量的 ETF。500家表面上看起來很多，但真正重要的是，它永遠只留下最強的500家，弱的會被立即淘汰。S&P 500不是美國經濟的縮影，而是美國企業競爭力的尖端。這套自動淘汰、永遠升級的機制，是其他國家完全無法複製的。第二個原因，只要美元仍然是世界貨幣，全球最優秀的人與錢仍會流向美國。不管你是否喜歡美國，美國仍然擁有全球無可取代的3大優勢。第一，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全球大宗商品與美元計價，國與國之間與美元交易，企業跨國併購也靠美元進行。當世界動盪時，全球資金自然會湧入美元資產，美股也因此長期受惠。第二，美國吸引世界級人才，矽谷、AI、雲端、設計、金融科技，全世界最優秀的工程師、創業者、研究者都會選擇在美國創業或到美國上市。第三，美國股市是全球最自由、最成熟的募資平台，美國企業能夠透過股票市場快速募資、擴張並壯大。這種資本市場深度是其他國家難以模仿的。因此，當你買 VOO， 你不只是買股票，你買的是美元的力量、世界級人才的集中地、全球最成熟的金融市場、最強科技產業的母體、最有效率的自由競爭制度。VOO 的本質就是買美國資本主義的核心競爭力，這是它真正的護城河。不過你也得要了解，美國就算再強，也不可能一直永遠無限制的一直強下去。過去15年，美股表現非常亮眼，強到讓人誤以為這是理所當然。但若把時間往回推10年，就會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從2000年到2010年，美股經歷所謂失落的10年，10年報酬率落後許多國家與新興市場，甚至在那段期間，新興市場與大宗商品遠勝過美國。這提醒我們，任何國家都可能經歷榮枯循環，美國也不例外。
因此買 VOO 不是因為美國永遠最強，而是因為在目前的全球環境裡，美國仍是最具有制度競爭力、科技創新能力、企業活力能力與資本吸引力的市場。這份信任是昂貴的，但也合理。VOO 的本益比高於全球多數市場，代表你買的是溢價，買的是全球最強市場的門票。昂貴不代表不好，昂貴代表它受到最多資金與人才的青睞。你願意為 VOO 付出溢價，其實是願意付出一個價值。相信美國仍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企業孵化器。這份信任不是盲目，而是基於一套全球化的現實。所以投資 VOO 的價值不在分散，而在極致的競爭力。VOO 集中嗎？是的。昂貴嗎？是的。押注科技巨頭嗎？完全正確。但為什麼我們還是買它？因為你買的不是500家公司的平均值，而是美國企業競爭力的最新版本，最強人才聚集地，最成熟的資本市場，最具創新的土壤。VOO 是昂貴的，但它所代表的故事、制度與經濟力量，比它的本益比更值得信任。所以，如果你也認同投資 VOO 就是投資美國的強大競爭力，請留言競爭力。因為接下來我要來帶到投資 VOO 最大也最危險的風險，而且還沒有多少人告訴你這件事。當我們討論 VOO 的風險時，大多數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崩盤。別的不說，去年的川普關稅戰崩盤還記憶猶新。標普500在短短1-2週內暴跌超過 20%， 很多投資人被嚇得睡不着覺。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研究長期投資，就會發現 VOO 投資人最怕的不是崩盤，而是失落10年。什麼叫失落10年？在金融市場裡，它代表的是一段指數不漲甚至橫盤超過10年的時間，不是暴跌，也不是恐慌，而是長期的耐心消耗式的折磨。崩盤你會害怕，但至少跌下去會反彈。失落10年，則是讓你每天打開賬簿都看不到進步，讓你的信心像慢性病一樣被一點一滴的抽乾。真正的地獄不是急跌，而是慢磨。背後道理其實很簡單，任何市場都無法無限上漲。雖然美股長期表現優異，但它並不是永遠無限向上的。表現太亮眼的市場，終究會面臨估值回調、獲利放緩、再平衡的壓力。這就是所謂的均值回歸。均值回歸的意思是，每一段過熱的行情，最終都會回到合理的區間。而美股過去15年的強勢表現，其實已經走過一段難以置信的順風期。科技巨頭爆發，利率接近零，資金便宜又泛濫，全球人才集中矽谷，美元資金持續強勢回流。這些條件合起來，使得美股在過去15年呈現一條漂亮的右上曲線。但問題來了，未來仍然會跟過去一樣嗎？這不是恐嚇，而是任何長期投資者都必須面對的現實。如果美股進入一段均值回歸期，即使企業沒有變差，指數也可能停滯不前，甚至盤整10年以上。這就是 All in VOO 投資者真正的心魔，它也比崩盤這件事還要更折磨人，更讓人難受。崩盤有時比較容易承受，因為市場跌得快，反彈也快。像2020年疫情，去年的關稅戰，短短幾個月或幾週就 V 型反轉。但均值回歸完全不同，它很慢、很長、很悶，沒有戲劇性，卻能完全摧毀你的耐心。以2000年網絡泡沫為例，這就是投資史上最經典的失落10年。如果你在2000年的高點一次買進 S&P 500，你會遇到以下現實：2000年買入，2001年跌，2002年又跌，2003年回升，2008年再次重摔，直到2013年才回到當初的價格。整整13年沒賺錢，不是虧錢，而是沒有報酬，沒有進步，沒有希望。如果這段期間你沒有再繼續投入的話，13年後打開賬戶，他告訴你一件事：你的資產沒有變多。這時候你會怎麼想？是不是 ETF 錯了？是不是美國不行了？是不是要換成更會漲的？是不是我不適合投資？我是不是太笨太慢？你會開始懷疑自己，懷疑市場，懷疑策略。即使你原本相信長期投資，也可能在心力交瘁時放棄。這才是真正的地獄。所有的投資書都會鼓勵你耐心、長期，複利會回報你。但問題是，你的耐心撐得過10年以上的停滯嗎？你可以想象一下，你30歲開始投資 VOO， 每個月辛苦扣款、存錢，忍住誘惑，拒絕消費。但到了40、42、43歲，你回頭一看發現，
你存了10年的錢，但報酬率接近零，這時你還能淡定說出投資是一場馬拉松嗎？你還能持續扣款嗎？你還能要求自己再等10年嗎？這就是所有 VOO 投資人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不是投資能不能成功，而是你能不能活過失落10年的心理折磨。說到這裡，你可能會擔心，那是不是表示 VOO 不適合長期投資？當然不是。從1970年算起，超過50年的時間，美股 S&P 500的長期年化報酬約為 10%。即使經歷2000年到2013年的失落10年，只要把時間拉長到30年，報酬依然驚人。這就是美股強大的地方。長期看，它會給你報酬，但短期、中期，它可以讓人崩潰。真正的問題不是 VOO 長期會不會賺，而是你的財務人生經得起那段停滯嗎？你的心理能承受10年甚至15年沒有成果嗎？你能在13年零報酬的狀態下還能保持紀律扣款嗎？這就是 All in VOO 投資者真正的挑戰。所以 All in VOO 的真正風險從來不是市場，而是你自己。VOO 絕對是一檔優秀的 ETF， 它代表美國企業最頂尖的力量，代表全球最有效率的資本市場，代表世界級人才與資金流動的終點站。它值得買，也值得長期擁有。但如果你要 all in， 你必須先理解，最大的風險不是科技集中，也不是估值偏高，而是你能不能撐得過失落10年的折磨。真正的走完這場旅程的，不是最聰明的人，也不是最努力的人，而是那個在13年報酬率幾乎0%的時候，依然能默默扣款、默默相信、默默堅持的人。你若能做到這點， VOO 的複利會替你完成辦不到的事。所以，如果你了解這樣的風險，也有決心度過可能的失落10年，請留言決心，因為接下來我會分享幾個做法，幫助你投資 VOO 可以更長更久。理解 VOO 的幾種風險：科技依賴、均值回歸、失落10年。所有這些分析的最終目的，都不是要告訴你不要買 VOO， 而是要讓你在投入這檔 ETF 時，能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承擔什麼，以及該如何活得下去。因為投資的本質本來就不是追求最高報酬，而是你能不能持續做下去。再好的 ETF， 你如果抱不住，就沒有任何意義。而 VOO 最殘酷的地方在於，它會讓你以為自己抱得住，直到失落10年真的來臨。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建立超長期的美股投資策略，你需要具備2樣武器：心態以及操作策略。心態上，請放下美股永遠最強的傲慢。大多數人投資 VOO 時，多少都帶點某種美股迷之自信，覺得美國永遠會領先全球，科技永遠會創新，人才與資金永遠會湧向華爾街與矽谷。某種程度上，這種信念也確實推動了過去15年的美股牛市。但身為 VOO 的不專業投資者，我必須提醒你，美股強是事實，但它強不代表它永遠會強。當你買 VOO， 你其實不是在押500家公司，而是在押美國國運10年、20年，甚至30年。這是一場極大的豪賭，也是一場昂貴的豪賭。押對了，你會享有全球最強企業的成長；押錯了，你會像2000年的投資者一樣，用10年以上的青春在賬面橫盤的折磨中煎熬。因此，你首先需要承認一點， VOO 不是安全牌，而是一場看好美國國力的賭注。你願意參與這場豪賭，就必須為它負責。你必須接受美股也會有失落10年的可能，也要接受科技巨頭會遇到監管、稅制、產業競爭的衝擊，更要接受我們現在看到的繁榮，不代表未來不會修正。只要你能放下美股只漲不跌的傲慢，你就具備第一個抱得住 VOO 的心態。而在操作面上，資產配置是你唯一的降落傘。當市場真的開始盤整10年，當科技巨頭開始回檔，當估值從瘋狂回到合理，當你看着自己的賬戶7年、10年、12年沒有任何進展，你會發生什麼事？你可能會懷疑策略、懷疑市場、懷疑自己、懷疑人生。這就是為什麼專業投資人永遠強調，資產配置不是複雜技巧，而是情緒管理。它是能長期投資唯一的降落傘。如果你無法接受10年不賺錢的可能性，那麼100% all in VOO 對你而言不是策略，而是白白浪費。這不是誇張，而是經過無數次市場循環後的殘酷現實。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不要讓自己的精神承擔超過自己的財務能力和心理極限。如果你無法承受失落10年，就不要100% all in VOO。
如果你是一位上班族、資產累積早期的人，或是收入不算高的人，那麼你最需要理解的一點就是投資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活到最後的人。如果你 all in VOO， 但你無法承受10年沒有進展，那你不適合100%股票部位。你需要債券，你需要現金，你需要緩衝，你需要再平衡，你需要一些能在你市場無聊、橫盤甚至痛苦的時候，仍然有理由繼續堅持的東西。債券是 all in VOO 投資者最容易忽略的救命繩，它不是為了讓你致富的，它的存在是用來幫你活過低潮。當美股進入死魚盤，橫盤5到10年，或者進入長期的慢進下跌時，債券可能會為你提供3項非常重要的支撐。第一個，利息收入，讓你心理上不至於完全停滯。即使股票沒漲，你仍然會收到利息。這些利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支柱，因為它讓你感覺自己仍然在前進。第二個，再平衡機制，讓你在低點被迫買進。當股市跌，債券漲，再平衡會迫使你賣掉漲的債券，買進跌的股票，這會讓你把很多人做不到的事自動化，在市場恐慌時增加持股。第三個，防止你被市場擊倒。最核心的是，債券可以降低你的整體波動度，而降低波動度就是降低你情緒崩潰的幾率。你不會因為回檔40%而慌張，你不會因為10年不漲而失去信心，你不會在最糟糕的時間點退出市場。債券不是為了賺更多，而是為了不會輸到退出。真正的抱住 VOO 的人，不是最聰明，而是最能面對現實的人。因為最困難的點，會是你能不能用正確心態面對它，你能不能想象失落10年的可能，你能不能接受科技巨頭並非永遠強勢，你能不能忍受幾年甚至10年不見成長，你能不能建立一套自己不容易被情緒擊垮的資產配置。如果你能做到以上幾點，那你就有資格 all in 甚至 heavy in VOO， 甚至到後來還會加碼定期定額，就跟我一樣。如果你做不到，那麼你需要更多債券，更多現金，你需要一個人讓你在風暴裡不會被吹走的結構。因為投資不是比誰跑得快，而是比誰不會被擊倒。VOO 是一檔值得信任的 ETF， 但如果你要讓它陪你走30年，你必須也成為一個值得信任的投資者。VOO 的確是一把威力驚人的投資武器，它代表美國科技與企業競爭力的核心，代表全球資金與人才的流向，也代表當代最有效率的資本市場。長期來看， VOO 的報酬率足以打敗全球大多數資產，甚至能讓你在20年、30年後得到超額回報。但倚天劍之所以是倚天劍，不在於它鋒利，而在於它難以駕馭。VOO 也是如此，它的集中度極高，深受科技巨頭的影響。它的周期波動劇烈，遇到均值回歸，甚至可能停滯10年以上。它的本益比昂貴，只要市場記錄修正，其震盪比你想象的還更大。如果你只看到它的漂亮報酬，忽略背後的風險，你會在最關鍵的時候失手。但如果你真正理解並接受它的集中風險、估值風險與周期風險，那麼這把倚天劍才能在你手中發揮真正的力量。投資 VOO 從來不是買了就會贏，而是理解它、接受它，並願意陪它走完整個週期的人，才配擁有它的超額報酬。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最後還是要麻煩你幫我按個讚，讓這部影片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讓更多人一起賺錢。如果你對美股定期定額有興趣，也請務必訂閱我的頻道。我每個星期一都會分享投資美股還有 ETF 的心得，有興趣的你千萬不要錯過。我是 L， 那我們下集見。